2010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遭遇了自己执政以来的最大困境。日航，一个曾被全日本视为战后繁荣象征的公司，竟然在同年的1月19日申请破产保护。日航的崩塌将导致数万国民失业，毫无疑问也会给日本的经济带来重创。在此紧要关头，究竟谁才能够担此大任，让日航起死回生，重振民众的信心呢？这个可把鸠山首相难倒了，整日是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一位幕僚向他推荐了一位僧人，但是听到此人的名字，首相缓缓舒展开紧锁的眉头，立刻亲自来到寺院的门口，毕恭毕敬地请这位老僧出山。那么，这位老僧有着怎样的传奇来历，能让日本首相亲自出马？他又是否能有起死回生之术，挽救日航呢？这位出家人呢，就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稻盛和夫。不仅亲手创立了2家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临危受命，亲手将日航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甚至仅只用1年的时间就创造扭亏为盈的业界神话。不过，这样的一位商业奇才、业界大佬早年的人生经历却非常的坎坷。当时2战之后的日本经济还处于几乎崩溃的边缘。社会到处都弥漫着抱怨和愤怒的气氛，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就连人的命运也似乎格外的怪异。稻盛与其他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一毕业就忙着四处的投简历，梦想着能投身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工作。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现实中毕业之后的稻盛由于缺乏人脉和关系，尽管参加了很多招聘考试，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和诸事不顺的处境，稻盛曾感慨，就连这黑社会都比这世态炎凉的现实更有人情。为了生计，稻盛甚至动过加入黑社会的念头，心想凭着自己空手道的资历，好歹也能混成一个有知识的恶棍吧。多亏在大学教授的关照之下，稻盛才进入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松风公司。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总是无法按时给员工们发放工资，搞得员工们是心意难平，抱怨不断。稻盛对此也是常常怨天尤人。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们是接二连三的辞职，到最后整个部门就剩下稻盛一个人了。没想到此时稻盛的心态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稻盛突然觉得，与其整天抱怨，倒不如自己是踏踏实实、一门心思的干好工作。不仅这样，我还要拿出热情来，高高兴兴的做好工作。为了能专心的参与实地研究，稻盛索性把这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实验室，1日3餐全在这实验室里面解决。说来也怪，随着稻盛渐渐将生活带给自己的烦恼抛之脑后只想着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此刻心中所有的怨恨和不满的心，在工作中是渐渐淡忘，不知不觉中他竟然获得了治愈人生万种疾病的良药。每每想到此，他都会以樱花自喻。冬天越寒冷，樱花反而开得越烂漫。人也应该一样，不体验痛苦和烦恼，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就不会抓住真正的幸福。正是这种不幸或考验，教会了我懂得，只有拼命工作，才能给人生带来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苦难和挫折是神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而努力的工作也让他得到了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接受挑战。稻盛加入松风工业大约1年之后便接手研制一种 U 型精密陶瓷新任务。通常美橄榄石是做电视机显像管绝缘体的理想材料。不过，这种 U 型绝缘体的研制难度就在于如何将美橄榄石粉末定型成 U 字形。由于一般的粘合剂含有杂质，无法做成透明的晶体。反复试验之后稻盛是绞尽脑汁也没能攻破粘合剂这个难题。一天，满脑子想着粘合剂的稻盛和夫这一脚刚踏进实验室，突然感觉脚下一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低头这么一看原来是一块松香树脂。不知道是被谁随手这么一扔，扔在了实验室的门口。刚想大骂，是谁把这松香放在这儿了？
突然是灵光乍现，哎，这松香树脂不正是自己这几天苦苦寻找的答案吗？松香树脂啊，不仅可以将镁橄榄石粉末定型成优子，而且呢，高温之后啊，松香可以全部的挥发烧尽，不会留下任何的杂质。就这样，稻盛啊，成功的做出了晶透的 U 型绝缘体。后来他得知这项技术啊，当时只有在美国的通用电气才有。多年之后，稻盛和夫回想起这一幕，无不感慨地说：“看到我那样拼命的工作，苦苦思索，神都看不过去。是神可怜我，才赋予了我智慧啊！”由于这样神奇的事情多次发生，每当有员工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或难题时啊，稻盛就会说：“要让神伸手援助，你就必须刻苦钻研，全心投入工作。这样的话，不管面临多么困难的局面，神一定会帮你，事情一定能成功。”说来也神奇，当他扔掉抱怨的念头，对工作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之后，这命运呢，仿佛对他也充满了信心，令他的事业是扶摇直上。由于公司接到了大量的订单，也挽救了即将倒闭的松风工业。长期的钻研呢，稻盛通过独特的方法，能使应用于电视机晶体管里电子枪上的精密陶瓷材料呢，首次在日本呢成功合成了。随后，稻盛呢于1959年创办了京瓷公司，在他的一手打造之下呢，京瓷公司很快也就跻身全球500强企业。不过，京瓷公司的发展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据稻盛回忆说呢，京瓷公司第一次接到 IBM 公司的订单呢，单只是看了规格书啊，就令人傻眼。这通常的规格书啊，只有这1页纸，而 IBM 的规格书却足足有一本书那么厚，内容介绍极其详细，许多要求苛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的京瓷连测量精确度的仪器都没有，多次试产之后呢，都因不合格而惨遭淘汰。最后，稻盛和他的部下勉强做出了 IBM 公司要求的规格，结果呢，还是被对方打上不合格的印签，全部退货。当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却还不能达到 IBM 公司的要求时啊，无计可施的稻盛对在锅炉前烧制陶瓷的技术员说：“你向神灵祈祷了吗？”对他而言，尽人事，听天命。最终呢，京瓷成功开发出符合所有规格的新产品。稻盛作为老板，为了公司的发展四处奔波，听取商界名家讲座，想找出可以使公司腾飞的最快捷径。在当时的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在全球的名望以及经营中取得的成就，令很多人难以企及。稻盛仰慕本田已久，于是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花费重金报名听讲座。那天，当所有与会者泡过温泉，穿着宽松的睡衣，悠闲地坐在会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本田的到来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本田竟然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出现在众人面前。站在讲台上的本田一脸严肃地训斥道：“你们以为来泡泡温泉、吃吃喝喝就能学好经营吗？你们有那个时间，还不如赶快回到公司，早点开工，好好干工作。花费了如此昂贵的费用来学习经营，简直就是一群傻瓜。”话一出口整个会场是一片哑然。这段早年取经的经历使稻盛切实地意识到，在这榻榻米上是学不会游泳的，必须得务实。经营不是空谈，而是在于切实的付出和工作。在修炼界有一个词叫精进，形容一个人勤恳修行、克己极严。稻盛和夫是技术出身，对销售和经营是一窍不通。他征战商场，经营公司，以精进来形容他对工作的态度。他认为每天努力干好工作，专心致志的开拓也是精进的一部分。在努力经营的同时，人生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得到磨练。在《活法》一书中，稻盛说，具体怎么做才能砥砺人格、磨练精神呢？是否需要身居山中或搏击逆流等特别的修行呢？稻盛用他自己毕生的经验给出了答案。精进并不需要脱离世俗的社会，工作现场就是最好的磨练精神的地方。工作本身就是修行，通过每天辛勤的工作，我们在形成高尚人格的同时，也一定能够收获一个美好的人生。为此，稻盛举了一个例子：
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位贤者叫做二宫尊德，热诚勤恳的待人之诚，即用一根锄头、一把铁锹，披星戴月的艰苦劳作，最终将一个凋敝的村庄开拓成了一个衣食无忧的富裕村落。他还凭着卓越的农技拯救了不少村庄。二宫侍奉双亲至孝，艺德卓越，业绩也很出众，因此得到了德川幕府的赏识。于1843年被招入幕府，协助振兴天皇的直辖领地天领。虽然出身贫穷并未学过任何的宫廷礼仪，但是二宫在宫中与诸侯是平起平坐，言谈洒脱从容，自带着不可冒犯的威严，被当时的日本视为行政的典范。这个全身沾满了汗水和泥土的人，因为他的勤恳、持之以恒，把这辛苦的劳作当作精进的修行。在长期的磨砺中，二宫尊德拥有了更高尚的境界，就连相貌也充满了富贵之相。在稻盛看来尽管古今的工作方式不同，但经营企业和在那个田间辛勤工作的二宫尊德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稻盛深深相信，劳作中的精进对人格的塑造和砥砺产生的深厚境界带来的财富，远远高于单一的只为金钱而工作所带来的财富。稻盛和夫27岁时创办京瓷公司，将其打造成了世界500强企业之一。52岁时创办了大型的电讯公司 KDDI， 同样进入了世界500强之列。1997年，稻盛和夫自京瓷退休，到京都圆福寺出家，实实在在地修行了13年。13年后，也就是2010年1月19日，具有国营背景的日航申请破产保护。这个消息震动了日本朝野。为了拯救日航，于是便有了影片开头的那一幕。鸠山首相三顾茅庐，78岁的稻盛和夫接受首相委托，重新出山，为日本政府解决问题重重的日航。在稻盛的一手整治下，仅用了1年就使日航扭亏为盈，使破产的日航利润创下历史新高，并在2012年11月重新上市。2013年3月底稻盛和夫成功身退，辞去了董事职务，完全退出了经营前线，只担任顾问性质的名誉会长。稻盛在经商中体会人生意义，又在人生意义的推动之下积极进军商界。人生在世，直到咽气的那一天为止，都是在体验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欢乐，在受宠与不幸的浪潮冲洗中不屈不挠地努力活着，把这个过程本身当作去污粉，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性，修炼灵魂，带着比出道人世时更高境界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我认为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闲暇之际，稻盛和夫回溯过往，总结他对人生的领悟。在现实中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面对物质丰富而精神贫瘠的社会现象，稻盛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明白人为什么而活着。对于这个问题稻盛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就是为了比出生时有一点点的进步，或者说是为了带着更美一点、更高尚一点的灵魂死去。而对于人活着的意义、人生的目的，稻盛以他多年的经营理念告诉人们，那就是提高心地，修炼灵魂。不知道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也欢迎您在留言区留下您的想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